这只母花豹简直太牛叉了，不仅光天化日手撕狒狒，还敢单枪匹马挑战入侵者，打得人家落花流水。她是谁呀？她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花豹女王玛丽娜。在这棵毫不起眼的树洞里，隐藏着一个小秘密。几周前，母花豹玛丽娜在里面产下了2只幼崽，和幼崽在里面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星期后，玛丽娜决定带着孩子们去新家。考虑到幼崽们还太小，无法长途跋涉，玛丽娜温柔地咬着幼崽的脖颈，小心地下树，轮流带着他们去了新家。将孩子安顿好之后，玛丽娜打算捕猎。非洲南部的卢安瓜河谷是玛丽娜生活的地方，一道长达数千米的巨大鸿沟将整个平原一分为二。现在正是旱季，在唯一的水源处聚集着大量的黄嘴鹳以及其他野生动物，这里是玛丽娜经常捕猎的地方。在河谷处不远处，玛丽娜发现了几只黑斑羚，她立即行动起来。天然的沟壑是很好的隐蔽所，她紧盯猎物，俯身快速移动，厚重的脚掌以及松散的土块完美的抵消了脚步声。聚精会神吃饭的黑斑羚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，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。只听几声惨叫，玛丽娜紧紧咬住羚羊，她的动作娴熟准确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猎物。在来回的挣扎中，2位跳起了探戈舞，一起掉进了沟壑里。此时猎狗斥候听见动静，一蹦一跳的赶来了，玛丽娜只能被迫放开猎物。黑斑羚抓住了时机逃走了，结果就是白忙活一场，大家都喝西北风。玛丽娜并没有立马回家，而是接着在河边巡逻。这块风水宝地觊觎者众多，玛丽娜必须定期标记气味，守卫自己的地盘，以此来警告外敌。巡逻完毕，玛丽娜躺在树上放松一下，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偏偏一只松鼠吵来吵去，这明显是豹嘴上拔毛，找死！带着抓到的松鼠，玛丽娜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里。这是2只幼崽的第一顿肉食，虽然分量很少，但并不妨碍他们2个你争我抢贪吃的小家伙。这棵倒下的大树就是他们的新家，这里不仅是可供幼崽玩耍的乐园，也是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。即便如此，在野外危险仍旧无处不在。这天，玛丽娜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一头失去左掌的流浪熊豹入侵了她的领地。这家伙虽然走路一瘸一拐，但实力仍旧不可小觑。眼见他离幼崽的藏身地越来越近，玛丽娜必须出手了。他们打架的骚乱声传遍了整个河谷，吸引了该地区的雄性首领前来。应该是玛丽娜的配偶，他加入了战争。残疾哥被咬得遍体鳞伤，只能认输，瘸着腿撤出玛丽娜的领地。看到入侵者离开之后，老公淡淡的看了一眼玛丽娜，并未做停留，安静离开了。玛丽娜赶紧寻找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只有儿子马库比完好无损的回来。玛丽娜焦急的不停呼唤，寻找着另外那只幼崽，无奈找了很久也没看见孩子的身影。玛丽娜知道孩子回不来了，尽管再伤心，玛丽娜也必须打起精神来。马库比还需要妈妈抚养。就这样，玛丽娜带着孩子再次转移领地。在非洲，失去幼崽的事每天都在上演。狒狒一直都是花豹的死敌，聪明的狒狒不易捕捉，更何况是白天。而玛丽娜确实是一位敬业的妈妈，居然敢在白天开始捕猎，只身对狒狒们下手了。玛丽娜利用周围的环境，伏低身体慢慢向前前行。大意的狒狒们这次没有察觉迫在眉睫的危险，一只低头喝水的狒狒还不知道它被盯上了。骚动过后，玛丽娜叼着猎物，在狒狒们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吼叫声中潇洒离去了。儿子马库比越来越贪心，胆子也很大，自己不够吃了就会抢夺妈妈的那份，甚至对着妈妈呲牙咧嘴。现在马库比已经彻底适应了野外环境，他学着妈妈那样爬树，在妈妈嘴边进食，跟随着妈妈的脚步，认知周围的一切，缠着妈妈嬉戏打闹，练习着捕猎技巧。10月底，草原在与闪电中迎来了雨季。经过多日暴雨的浇灌，泥泞的洪水填满了河谷，旁边的乌木上聚集着大量回归的黄嘴鹳。一只松鼠正在草丛里吃东西，吵醒了正在睡觉的马库比。
马库比现在已不是之前的小花豹，他快1岁了，身体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。纯澈的蓝色眼珠映照出他的自信和对狩猎的渴望，树上栖息的大嘴鹳吸引了马库比的目光。雏鸟们正忙着练习飞行技巧，这些并不好抓，而跌落在地上的大量雏鸟才是马库比捕猎的目标。马库比看似无意地躺在地上，好奇地观察着那些飞行的大鸟，他按捺不住体内的骚动，想要抓捕合适的大鸟，满地的大鸟却一个没抓到。马库比还是初学者，耐力速度都不够，而且也做不到专心致志，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生意2毛5，白费一身力气。但马库比一点也不担心会饿肚子，因为他还有个能干的老妈。正是因为妈妈出众的工作能力，马库比才能衣食无忧茁壮成长。现在他的体型已经和妈妈一样大了，玛丽娜肯定不会再容纳他多久了。马库比要抓紧努力了。这天马库比又来到了河边，这次他比之前更专注，速度力量都比之前更加完美。尽管这一次又是失败，但马库比显然不同于往日，他没有因此气馁，而是调整好了状态进行下一次的捕猎。高飞的猎物彻底激发了马库比的猎食本能，在最后一次的尘土飞扬中，马库比成功做到了。他已经掌握了捕猎的技巧，是一头长大的熊花豹了。但马库比离彻底毕业还需要磨练，还得依靠老妈一段时间。他待在树上盯着对面的狒狒，嫩黄瓜的他对付不了狒狒，但他妈妈不同，玛丽娜利用渠沟做掩护，瞄准了一个成年狒狒。马库比可能是想帮妈妈，但他犯了个最大的错误，居然就这么散漫地走进了狒狒的视线。当然不用说，狩猎失败了。马库比意识到错误，想请求妈妈的原谅。玛丽娜非常生气，不准马库比靠近自己，她教训着蠢儿子。马库比似乎察觉不到妈妈的怒火，他在妈妈身上捕捉到了陌生的气味。充满了困惑的马库比闻来闻去，玛丽娜还想捕猎，狒狒一直吼来吼去，再加上马库比的不断打扰，让玛丽娜非常烦躁。这次的狩猎只好作罢。玛丽娜打算教训儿子。等到马库比出现的时候，一只眼睛彻底失明了。玛丽娜给了儿子一个沉重的教训，她没心情管儿子，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了狒狒身上。玛丽娜跟着狒狒爬上树，马库比想继续帮助妈妈，但狒狒们面对2只花豹变得异常紧张，他们更加夸张地叫来叫去。儿子对自己的过分依赖让玛丽娜不厌其烦，她彻底驱逐了儿子并离开了他。马库比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，又迷茫又无助，他试探性地呼唤着母亲，并未得到回应。他知道妈妈抛弃自己了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彻底断了。玛丽娜并没有回头，只是大步地往前走，虽然有点残忍，但这是自然界法则。她已经尽己所能将幼崽抚养长大，现在是时候各走个路了，各自开始各自的生活了。刚开始的流浪生活对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非常困难，马库比也一样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眼睛也严重感染了，看着虚弱的样子很有可能撑不下去。好在马库比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度过了这段危险期。只是他的右眼永远失明了，但只要健康的活着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他可以继续捕捉黄嘴鹳来维持目前的生活，直到自己足够强大，可以面对任何大型猎物，不用依靠任何帮助，也能成为孤独且优秀的猎手。而玛丽娜的报声也到达了另一个转折点，她已经准备好再次做母亲了。玛丽娜留下信息并大声呼唤着配偶，她会接着延续自己的血脉，过着和之前一样的生活，只是再没了马库比的参与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我是小猫说电影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哦。